大家好，我是阿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台 AUC 的新机 KES。最近产品越做越贵啊，终于来了一台便宜点的了。那我也是第一次使用 AUC 的产品。其实 KES 早在4月份就已经找我了，体验后也提了很多的问题，品牌方也非常的重视，很快就进行了优化。加上很多人评价不错，一直想让我做一期评测。设置方面，我们使用办公模式 ，SDR 下白色画面的亮度为193尼特 ，SDR HDR 综合亮度排行第12名。亮度方面 ，KES 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如果都用最准的模式，亮度还要比排行前几的 X5 更高一些。对比度方面 ，SDR 静态开关对比度为965:1，SDR HDR 综合对比度排名第16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办公模式，官方其实更推荐使用色温更准的D65模式。那这是这两个模式的差异，色准数据上 D65确实要更好一些，但从肉眼效果来看，我还是更喜欢亮度更高的办公模式。这个价位已经可以买到很多不错的产品了，但近乎还是只能买到 1080P， 分辨率和亮度究竟哪个收益更高？我在之前的视频也做了一个不那么严谨的投票，43%的人还是选择了亮度。往期我们也对比过同价位没有那么优秀的抖 4K 产品，吉米 H6 虽然也是 0.47 抖4，但可以明显发现背后的草已经糊成一片了，相比不抖的 1080P 差距也没有很大。我们再拿一台5000元左右的 1080P 对比高价位 0.47 的抖4，那这个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了，比我们之前对比的高价位 0.47 抖4和2万元 0.65 的抖4的差异还要夸张。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像素的质量要大于像素的数量，除了分辨率，感知明显的还有色彩、层次感以及舒适度上的差距，那这些都离不开亮度的支撑。即使是同一台机器，建议还是在亮度和调教都不差或者够用的前提下，再去追求其他方面的收益。除了芯片、镜头、亮度算法外，对成像影响比较大的还有锐度。锐度有时候也叫清晰度，我们也用过很多为了突出清晰度而锐化过于激进的产品，像大眼城的 X7D Pro 和吉米 H5 等等。加上机器本身亮度不高，过度的锐化会使得画面非常的脏乱，严重点的就类似于这种效果。接受不了的还是建议手动调整机器的设置。体验下来 KES 虽然是 AUC 的首台投影，但做了这么多年显示设备的经验还是有的，至少没有跟风去做产品，也勇于倾听用户的建议。至于亮度和分辨率哪个收益更高，就看个人去取舍了。远距离对比下，由于人眼瞳孔的调节，亮度低的产品还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加一台当贝自家的 F6 来证实这一点。除了高亮度的卖点， KES 音响上还有个小的设计，宣传是和蒂瓦雷联名。咱们也是一直没有对比过声音啊，即使声音位置不对，既然各家都诚心做了，也都说自家是殿堂级 HiFi 音质，那我们就拿一台丹拿联名的坚果和一台 JBL 联名的海信，看看现代投影仪自带的音质发展成什么样了。Let's sing a song full of hope, full of pain. Why don't you sing along, my friend? For it's our last refrain. Forever young, ever strong, ever brave. Memories like this never end. No, they don't fade away. So when
also stood for something more. We won't forget your names. The tide is high, say goodbye, we set it sail. And all those midnight secrets told, we'll take them to the grave. So when I'm gone, I'll be right there, close to the sun. Keep holding on, and I'll be right there, close to the sun, close to the sun.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家的音质，在调教风格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我的感受是，海信更突出低音，坚果更突出声场 ，AUC 更突出人声。相比以往的传统品牌只能听个响，还是要友好很多。噪音方面 ，AUC 的噪音为34 dB 左右，表现非常的优秀。因为刚开始做这个系列，数据也会少很多。最后，我们再对产品的优缺点做一个总结。优点一，亮度在同价位是比较突出的，而且 KES 还有很明显的价格优势 ，UI 界面也非常的亮眼。优点二，有独特的喇叭设计和蒂瓦雷品牌联名研发调教的加持，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用户的需求。缺点一，部分画面有时会明显抽搐，虽然这个问题在同价位其他产品上也有存在，但在 KES 上还是要更明显一些。缺点二，有时候画面会有很严重的采边问题，我们在暂停其他评测视频的画面时就可以明显看到。缺点三，相对设置方面比较局限，对比度、伽马、色彩基本上都不可以设置，后续也可能会开放。还是那句话，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这台产品的缺点多吗？还是蛮多的。更多品牌的入场，更高的亮度，更低的价格，也让我们有了更多的选择。那这些问题也都反馈给 AUC 了，品牌方也在跟进解决。能解决优化的话，这款 KES 激光投影还是比较推荐的。OK，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